Hello， 大家好，今天是逾越节的第4天，然后这一集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才会知道的10件事情。那第一点呢，就是因为逾越节呢是犹太人1年3次要上耶路撒冷过的大节之一，所以呢，就是全世界包含美国啊，或者是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会想要回到以色列，特别是耶路撒冷来过节。逾越节就是犹太人全家团圆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在这个礼拜，当我去到耶路撒冷旧城的时候，我发现我开始要闪路人了。这之前都没有发生过，即便说就是前面2年是有疫情，但是现在好像疫情就已经结束了，然后人潮都已经开始回来了。所以我想2023年或者之后，大家想要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话，你可以期待的是就是人超多。那因为人超多的关系，所以住宿费一定要提早先定，因为你的选择耶路撒冷就这么大，你的选择就是这么多，那便宜的选择被别人买定下来以后，你剩下的就只有贵的，所以这是你可以期待的，就是人非常多，然后你要订什么住宿的话要提早订。那第2点呢，就是最好不要有意外，为什么呢？假设你要租车的话，你会发现碰到逾越节的时候，可能有2天的时间，因为他们要去过节，所以你连还车都没有办法，它的营业时间会因为过节的关系，可能就缩短，或者是完全不营业。那这对我们游客来说，可能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可能会用过春节、过新年的那个概念来理解，说逾越节一定还是会有人上班，但是以色列真的是很难说。那我们之前就是因为碰到逾越节某一天的假期，然后他那天就是不上班的，所以连还车都没有办法。所以这一点是你一定要知道的，这个文化很特别。第3点很有趣的就是犹太人会在逾越节非常认真的除酵。那除酵的意思就是说呢，犹太人他们就会大扫除，这个跟一般好像春天来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大扫除不一样的点是，它的目标是把家里有卖有效的东西都清出来，清出来以后还要把它们烧掉或者是卖给别人。这是我觉得在其他国家应该是绝对看不到的，很特别。那小朋友他们在除酵的时候啊，他们会用一个羽毛去看有没有任何什么掉下来的屑。那这是有点夸张啦，基本上他们的传统是你只要家里不要超过1/3张无酵饼的酵就算是合格。那所以让小朋友用羽毛去看有没有掉下来的屑，比较是想要让小朋友有一个参与感，让他们可以更重视说为什么逾越节我们要大扫除，然后为什么一定要除酵。那第4个很有趣，也是同样你会在逾越节晚餐的那天早上碰到的事情是，因为他们要洁净嘛，洁净的东西包含了家里用的锅碗瓢盆，所以你会看到犹太人就带着家里的锅碗瓢盆还有餐具啊，就到路上给一些特殊的人去让他们烧热水以后烫过，然后再泡一下冷水这样子。这个是犹太人为了追求宗教上的洁净，然后会有的一个很特殊的传统。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看到大家都拿着东西到街上来，好像不是那么方便，但是他们却愿意这样做，所以我觉得很特别。逾越节专用的那个洗水槽。那第5个呢，就是逾越节的期间是7天嘛，但因为包含了预备日，就是我说那个他们要烧酵啊，然后洁净锅碗瓢盆的这一天，所以是预备日7+1。那这8天的时间呢，其实你在超市你会发现说，怎么会有一些架子啊，都已经拿布折起来，可能是黑色的布、白色的布，或者是有一些图案的布。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的架子上本来放的都是有效的产品或者有卖的产品，那现在因为是无效节逾越节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够卖给你。洋芋片是没有带着效的，所以逾越节的时候还是可以吃洋芋片，还有零食，还有巧克力这些的。然后这个看起来明明就是一般的蛋糕啊，但是这里有写就是 kosher，le Pesach， 就是
在逾越节的时候也都可以吃很像是蛋糕，但是不带着笑的蛋糕，或者刚刚掉下来的是饼干。你看这些是真的不能买的，都已经被盖起来了。然后 Hametz 就是说这是有效的，也不可以买，所以还没开始。但是逾越节还没有开始，但是超市都已经准备好过逾越节了。然后像这种就会写，就是逾越节也是可以吃的。可能这些是啤酒，所以不给卖了，都遮起来了。噔噔。然后这一家是很好吃的糕点店，也都关门啦，没有卖了。这不是他自己超市觉得说我要就是追求一个信仰的关系，而是因为法律的关系。所以就算是你有把那个产品就是从架子上拿下来，超市是不愿意帮你结账的，因为他如果帮你结账的话，他就违法了。那我们就已经讲到说，在逾越节、无酵节是看不到面包嘛，但是很奇怪的是，有一些犹太区的地方，我说的不是阿拉伯区，阿拉伯人他们要怎么样子在无酵节、逾越节吃有效的东西是无所谓的。可是你会在犹太区看到披萨，看到像有面包的东西，你会觉得很奇怪。奇怪，没叫你不是说无酵节不能吃面包、烧掉什么的，怎么还会有面包呢？那这就是神奇之处了。最后机会了，各位，马上就是 Passover 啦！哇哦，这是还没有开始过逾越节的样子。真的，现在路上呢都还有很多人，然后都还可以吃得到那种小面包啊什么的。就是逾越节之前卖的蛋糕，这家店是少数在逾越节还会营业的餐厅哦。它不只有一般的那个 kosher 的认证，它还有拉比给他们逾越节可以营业的接近 kosher 认证哦。无缘咖啡店，这家我已经知道它逾越节的时候不会开，它要去放假。然后这里有卖那个类似这种鸡排汉堡店。不知道他到时候会不会开，我猜是不会啦。开跟不开其实不是他自己决定的，他能决定的只是说他要不要花那个钱去找拉比来给他认证。认证的标准就是他不会卖任何就是你在逾越节不能够给犹太人吃的东西。没开，都没开。逾越节的米亚雪尔运都是关门的。卖烟囱的店没有了。其实我也是来了耶路撒冷，然后真的住在这里才知道，就是拉比他们已经发明了出一种可能是没有麦麸或者是什么样子，反正它就是没有效的面包或者是蛋糕或者是饼干。那你确实是可以在逾越节吃这些面包，那它都有用那个很明显的字，就是写说这个是符合逾越节的条例 ，kosher for Passover。今天是逾越节的第2个晚上，然后这些全部都是逾越节可以吃的。虽然说看起来很像是一般的饼干或者一般的蛋糕，但是它是逾越节可以吃的，很神奇吧？就是没有麦麸在里面。所以就是你会看到那样子的纸条，或者说是一个拉比的证书，更正式的。那有这些证书的餐厅才能够在逾越节的时候营业，因为代表他之前他要卖的这些东西，它的材料来源都已经先沟通过，然后得到拉比的同意。但是也会有很多的餐厅它没有开，那也因为这些背景是这么的复杂，所以有开的餐厅你会发现它的价格会比往常可能多个30%之类的。举例来说，我吃一个披萨，在不是逾越节的时候，它一片就是14 shekels，大概是美金4块，和台币120左右。但是逾越节的时候，同样的披萨，它就变成了22 shekels。总之，逾越节就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季节。那第7点呢，就是让大家可以觉得心里比较被鼓励一下，为什么逾越节要来？
就是在这个期间有很多的活动，有些是市政府办的，有些是就是各个地方办的。那你也可以到西墙那边看犹太人祷告，在这个期间呢，会有大祭司的祷告。大部分的犹太人其实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支派的，例如犹大支派啊、便雅悯支派啊，还是什么马来西支派啊，但是有一群人他是绝对知道自己是哪一个支派的，就是利未支派。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名字他们没有换。那他如果名字是 Cohen 的话，他就不只是 Levi， 就是利未支派后代，而是他可以确定他的祖先的祖先一直上去是亚伦家的后代，而且就是因为亚伦家的后代才能叫 Cohen， 意思是祭司，所以这些人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那在逾越节的时候就会聚在一起。当然你不是亚伦的后代，你也可以聚在那边，然后就可以看到大家就是披着祷告巾，然后一起用民数记6章的那个祝福来祝福自己，祝福自己的家人，祝福全世界的人。第8点呢，就是你在逾越节来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博物馆是免收门票费的。举例来说，就像是以色列博物馆，它的门票费是54 shekels， 合台币大概500块，合美金大概18块，是吗？那它免收门票费就会让你省下很多钱嘛。那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去它的官网上去看它哪一天是不收门票费的，然后就特地挑那天去。那像据我所知，今年不收门票费的有以色列博物馆，然后南墙就是走耶路撒冷城墙，那个也免收博物馆门票费，然后还有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也是免收博物馆的门票费的。不知不觉呢，就到了第9点。其实可以讲的事情真的还是蛮多的。其实逾越节对犹太人来讲，是他民族一个很重要的精神。不管他今天是世俗化还是不是世俗化的犹太人，那他这整个文化其实就是融合在他的生活当中的。你在超市你会看到各式各样逾越节的五孝饼。那顺便提一下，就是圆的那种是手工制的，它非常的贵，然后可能就是内盒里面就是只有3片。那盒装的正方形的是机器压出来的那种的话，其实不好吃，反正我妈比较喜欢机器压出来的那个，因为就是比较脆。那2种都是无酵饼，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看。但是我自己个人会更喜欢的是无酵饼球，那是一定要自己手工做的，然后就是放在鸡汤里面就非常的好喝，只有在逾越节的时候可以喝得到。那不管是世俗化还是不是世俗化犹太人，他们都一定会有一个 Seder meal， 就是逾越节晚餐，在我之前的影片里面有介绍过。那每一个家，不管他今天的信仰背景怎么样，他都会稍微念一下那个哈加达，就是复习在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那我跟我朋友的情况是，他们家是只念到吃晚餐的那个部分，然后就结束了。那其实逾越节要喝4杯酒，那我朋友他们就是只喝2杯酒，然后就结束了。所以呢，就是如果有机会来以色列，然后刚好我朋友邀请你去逾越节晚餐的话，说 yes， 就是因为它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非常鼓励大家把握机会。那
第10点呢，也是最后一点，就是逾越节是一个好好洁净自己的一个节日，就像是除孝。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家里面有一个面包屑，而是你的家还有你自己的心里是不是一个洁净的状态，是不是把不好的东西就借着一个新年的开始，然后就有一个重新的开始。那对于比较宗教的犹太人来讲，这是我到耶路撒冷才知道的事情，就是在天然的池塘里面，对犹太人来讲，那是一个天然的洁净池。那他们会真的就是到洁净池里，然后把自己泡进去，好像再一次做一个洗礼那个样子。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所以今天影片呢，就是想要透过不同的角度来让大家知道，在以色列，犹太人是怎么样子过逾越节的。那我们可能一开始只是从物价上面发现说，好贵。但是其实，当你来了，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体会。不管是世俗的犹太人，还是比较宗教犹太人，他们都用不一样的方式在过逾越节。那这也是一个邀请，希望大家能够发现逾越节它的重要性，然后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在逾越节的时候来到以色列，来到耶路撒冷。好，大家拜拜。